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发起战争全面爆发以来最大规模袭击。从西伯利亚向欧洲输送石油的最大交通枢纽被乌克兰无人机击中。俄军对波格罗夫斯克的进攻已陷入停滞，红军村后勤枢纽依然畅通。战场转折点来了，自2022年以来，乌军可能首次在坦克方面比俄军更具优势。英国准备向基辅提供多达650套先进导弹系统。德国援助自家最先进自行火炮，乌克兰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使用 RCH-155 火炮的国家。最新中东局势，以色列妥协了，还是哈马斯投降了？一个悲惨的战场故事，俄兵耳朵被咬掉，乌兵被击倒后请求安静死去。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我是远山，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这是乌克兰侦察无人机拍摄到的画面，看看吧，自杀式冲锋的肉搏战不再是俄罗斯人的专利，朝鲜人现在也成了弹药海绵，像一群蝗虫般没命地往前冲，其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对于有密集恐惧症的观众来说，这甚至可能引发不适。当俄朝联军在库尔斯克人肉冲锋时，当俄罗斯军队付出巨大伤亡，在乌东战场一米一米地向前推进时，其本土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1月14日，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发起了战争全面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袭击，乌方多个军事部门联动，对俄本土12个地区同时展开了打击。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袭击，乌克兰无人机系统部队和空军也投入了行动。乌方此次轰炸的俄罗斯12个地区，不仅有我们之前报道的罗斯托夫、萨拉托夫、布良斯克和喀山军工厂与能源基础设施，还包括沃罗涅日、奥廖尔、克拉斯诺达尔边境区、图拉、达达斯坦共和国等地的军事目标、化工厂等等。俄罗斯图拉的一座军医院被大火吞噬，里面有很多被乌克兰打伤的俄军。对普京来说，伤兵比死兵有更多的麻烦。乌军的战术还是老战术，诱饵无人机首先制造大量假目标，让俄罗斯防空雷达超载，攻击无人机随即打击俄防空系统 ATACMS、风暴阴影等导弹，最后跟进，摧毁各个预定目标。俄方宣称击落了来袭的100多架无人机，遭袭的各州州长表述一致，防空系统击落了所有来袭目标，爆炸碎片引发火灾，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和损失。最新消息，乌军空袭了伏尔加格勒的大型炼油厂。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当地时间1月15日凌晨4点左右，乌克兰向伏尔加格勒的卢克石油厂发射了密集的无人机。俄军的防空系统试图启动，在空中拦截无人机，并与之展开激烈交火，持续了数十分钟。但随后还是传来了卢克石油厂着火的消息，画面中该厂的数个油罐都被点燃，闪烁出巨大的火光。从现场拍摄的视频看，炼油厂的上空已经冒起了黑烟，在城市中也能见到燃起的火球，照亮了伏尔加格勒的大地。据乌克兰总参谋部发布的报告称，他们对俄罗斯境内200至1100公里深处的军事设施都发起了最大程度的袭击。这些在之前的报道中已有所提及。根据最新的信息显示，乌军共动用了超过200架无人机，外加不少风暴阴影和 ATACMS 导弹。一时间，俄罗斯境内火光冲天，多架航班暂停了莫斯科航线。位于达达斯坦共和国阿尔梅杰耶夫斯克的从西伯利亚向欧洲地区输送石油的最大交通枢纽也被长城奔袭而来的乌克兰无人机命中。有俄罗斯人表示，不明白为何仗打了3年了，居然还无法阻止乌克兰无人机深入俄罗斯境内打击目标，而且还是大规模攻击行动。恐怕这一点连普京都没整明白吧。也是在昨天，在遭受乌克兰最大规模无人机导弹袭击之后，
俄军出动图 95MS 和图22轰炸机袭击乌克兰的天然气和能源设施。但由于乌克兰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防空系统，俄军飞机只敢在远离乌克兰边境的地方投弹，效果很差。总之吧，冰雪覆盖的俄罗斯已是血染大地，火焰肆虐。俄罗斯见证着一场悲剧的诗篇，在黑暗与硝烟中书写命运的刻痕。我记得俄罗斯有首民歌叫《三套车》，旋律挺优美的，原声给稍稍改了一下歌词。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3套车，有人在唱着忧郁的歌，唱歌的正是那普大帝。普京，你为什么忧愁？为什么低着你的头？是谁叫你这样的伤心？因为他已是黔驴技穷，英雄末路。乌东昨日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依然是波克罗夫斯克，其中77场战斗发生在这里。乌军在该方向共歼灭俄军300人，其中当场击毙166人，因伤退出战斗134人。在利曼博罗瓦一线，俄军对乌军诺沃谢尔基夫卡、西基夫卡、泽连尼哈、伊扎里奇涅奇等阵地进行了16次进攻。在西维尔斯克、托列斯克一线，俄军对恰索夫亚尔、斯图波奇基、托列斯克、谢尔比尼夫卡等地进行了30次进攻。乌军第28旅甚至冲到俄军战壕，近距离交战。在新帕夫利夫卡方向，乌军在罗斯利夫、弗雷米夫卡、罗斯多尔内、内斯库奇内击退俄军13次进攻。对于俄媒近来所谓的攻克托列斯克、即将切断波克罗夫斯克后勤大动脉等报道，乌军负责乌东作战的霍尔蒂察集团发言人维克多·特雷胡伯夫少校今日在通报战况中进行了辟谣。他表示，我们很惊讶看到一些记者，包括外国记者，报道称托列茨克镇90%的地区被占领，乌军几乎失去了整个城镇，这根本不真实。尽管该镇目前局势充满了挑战，且破坏程度很高，但战斗仍在进行，乌克兰军队对敌人的积极反击仍在继续。谈到波克罗夫斯克及红军城的后勤问题时，维克多少校则表示，波克罗夫斯克的后勤补给没有任何问题，目前有3条线路通往该城镇，俄军没有越过任何一条。尽管他们试图在最南端路线上建立火控点，但目前为止，乌军依然牢牢控制着该方面的主动权。波克罗夫斯克南部的小定居点正在不断地发生战斗，俄罗斯军队试图抓住每一座建筑，以切断波克罗夫斯克到第聂伯罗的运输线。乌克兰军队守着这些防线，并在俄罗斯人试图向这些路线推进时摧毁他们。这位少校最后还强调，莫斯科的舆论战本领远远高过俄军在战场上的实际表现。我们相信特雷胡伯夫少校所通报的战况是乌东前线的真实状态，这其中涉及一个认知问题。试想，乌东是大平原，交通四通八达，除非将乌军阵地团团包围，否则任何声称切断乌军关键后勤补给线，或认为俄军攻占了乌东某个城镇就能够决定俄乌战争胜败的逻辑都是肤浅的，也是脱离基本地理常识与客观实际的谬论。库尔斯克战场上昨日爆发了15场战斗，由于天气回暖到-3°C至3°C，俄军的摩托化部队又开始冲锋了，双方互有攻守，战线未出现变化。来看2条战场花絮，一架俄罗斯飞机在库尔斯克尔盖夫卡村投下了一枚 FAB 炸弹，但没有引爆，留下了一个弹坑。而这栋房子是属于一名俄罗斯警察少校的。为了防范无处不在的乌克兰 FPV 无人机，俄军 T-72B3M 战车被裹成了粽子。俄罗斯无人机又出乌龙事件。一架俄罗斯无人机错误地摧毁了部署在库尔斯克朝军的防空系统。俄军摧毁朝军的这款防空系统属于俄罗斯道尔防空系统的改良版。前线的乌军指挥官称，近来俄军的装甲攻势规模显然已经大大降低了。另据 Forbes 新闻的报告显示，自2022年以来，乌军可能首次在坦克方面比俄军更具优势。这点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因为长期以来，俄军都是以所谓装甲洪流的姿态示人的。但 Forbes 表示，俄军的坦克在战场难以发挥全部作用。
他们遭到了乌军无人机和火炮的强力压制，而乌克兰的坦克则在西方的情报和技术支持下，拥有更广泛的安全区域，从而带来更大的效果。最新消息，英国准备向基辅提供多达650套的先进导弹系统。路透社报道，乌克兰防长乌梅罗夫公开确认，英国将大举资助基辅生产防空系统和远程武器。据悉，伦敦方面承诺投入1.62亿英镑来增加乌克兰的国防能力，其中就包括提供650套的导弹系统。根据计划，英国将重点增加 LMM 导弹的产量，这是一款实用的轻型多用途导弹，能够有效对前线乌军提供支援。英国强调，无论美国方面的援助是否改变，他们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这其实也是欧盟大多数国家的共识，特别是英、法、德等几个欧洲大国，最近都在讨论加强对基辅的军援。话音未落，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利斯就突访基辅，并和泽连斯基会晤。会后，皮斯托利斯证实向乌克兰交付了第一批54辆 RCH-155自行火炮，这是德国方面最先进的火炮，射程可达54公里，行驶速度更是超过100公里每小时。更为关键的是，它已可以实现全面的无人化打击。乌克兰也将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 RCH-155火炮的国家，甚至德军自己的需求都排在了后面。很快，他们就将部署在俄乌前线，用来发起对俄军的攻击。如今，乌军的全无人装备也越来越多地投入到了战场。乌克兰对德国的援助表达了感谢。其实，尽管德国没有提供远程导弹，但他们在常规武器上的支持力度一直很大。德国更新的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清单还包括600架 HF-1巡飞弹、46架 RQ-35 Heron 无人机、43架 Songbird 无人机、50架 Vector 无人机、495支 HK416 突击步枪、11000发120毫米迫击炮弹、19000发122毫米炮弹、14000发155毫米炮弹。预计德国大选结束后，还会向基辅提供新一轮援助。正在基辅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博里斯·皮斯托瑞斯称，下一次拉姆施泰耶会议将于2月14日至16日，慕尼黑安全会议召开1周，在布鲁塞尔举行。这说明拉姆施泰耶会议没有因为川普的上台而终止。根据最新消息，在川普强烈要求1周内实现加沙停火的压力下，以色列代表已同意了加沙人质停火协议。此前，川普的中东特使威胁以色列谈判代表说，如果以色列不屈服，川普上台后将用对付哈马斯的办法对付以色列。据悉，这个协议的内容大体可能会是这样的：一、哈马斯首日释放33名人质，同时以色列释放1300名恐怖分子。2、42天内释放全部人质。3、以军撤出埃及加沙边境。也就是说，哈马斯方面在最近的停火谈判中似乎开始妥协，不再坚持让以色列立即撤军。他们同意在释放出全部的人质前，以军可以留在加沙，并控制一个边境的缓冲区，防止哈马斯对以色列社区的威胁。实际上，无论哈马斯同不同意，以军如今已几乎控制了加沙的大部分区域，残存的哈马斯也很难组织起有效的反击。根据协议，哈马斯将在第一阶段释放33名人质，这是谈判的前提条件。接着，以色列将会提供为期6周的停火，在这期间内，双方进行剩余的谈判，包括用囚犯换取哈马斯手中的人质。但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被以方视为极端分子的囚犯，在被释放后也不能回到加沙，而是需要被送到埃及或卡达等地。这也反映了这些中东国家在此次谈判中的角色，他们和美国一起斡旋了本轮的停火。目前，以色列方面还没有发布正式的回应，但一些医院已接到了通知，让他们准备在未来几天接收和救治获释的人质。预计双方的下一轮谈判将在16号开始，但和之前一样，外界还是对加沙的停火持怀疑态度。其实数月前就多次传出以哈双方停火谈判的消息，但每一次都没有结果。有几回甚至是在双方的谈判期间，哈马斯都向以军发起了突袭。
但对以色列来说，这个协议中最要命的一点是以军撤出埃及加沙走廊，因为那将意味着哈马斯或者未来的纽马斯将重新获得武器走私通道，随时可能卷土重来，以色列人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的希望破灭了。所以，它对以色列来说，也可以称作是一个投降协议。消息传出来之后，在耶路撒冷的街头，人质家属和战争牺牲者家属组织了上千人的抗议示威，反对签署向哈马斯投降的屈辱协议。2名强硬派以色列议员正前往美国，要求川普反对该协议，但估计希望不大。另一方面，以军正24小时不间断轰炸哈马斯，做最后的清剿。以色列在昨晚还空袭了黎巴嫩真主党的一个弹药库。以军称，如果真主党不履行双方的协议，继续朝黎巴嫩南部进发，那么以方将采取更为严厉的打击。外界分析，如今无论是在加沙还是黎巴嫩，以色列都基本完成了战略目标，哈马斯和真主党则遭受了重大损失。此前，川普曾经说过，如果哈马斯拒绝归还人质，等待他们的将是地狱。日前，美国后任副总统万斯给出了对这个地狱的解释：一、让以色列放手消灭哈马斯残余力量；二、严厉制裁那些支持哈马斯的国家。这对哈马斯来讲，绝对是真正意义上的地狱。他们不可能不收下川普给的胡萝卜，而选择他的大棒。今天的加沙，哈马斯被打残，首恶已基本除尽了，普通的加沙人也因为他们的选择付出了代价。尽管哈马斯卫生局发布的平民死亡数据被严重夸大，加沙人的所谓饥寒交迫也多半是戏剧效果。如果伊朗真像他们目前表现的那样识相，加沙大约是会消停很长一段时间了。这可能不是一个理想的结果，但这个世界本就是一个各方妥协的结果。最后，希望所有的人质早日回家。最后给大家讲一个悲惨的战场故事。战争必然伴随着死亡，一枚炮弹、一颗子弹都能轻易夺走生命。现实很残酷，却是战场不可避免的常态。不过，现代战争基本都是远程打击，就算打阵地战、堑壕战，面对面直接使用冷兵器的机会也不多。不过，随着一条视频出现在网络上，再次见证了俄乌战场上悲情一幕，以第一人称视角记录下俄乌士兵短兵相接、肉搏全过程。视频由俄罗斯方面公布，来源于乌克兰士兵携带的运动相机拍摄，整个肉搏画面过于惨烈，一度和战争中宣传的英雄主义差别很大。士兵也是人，也有最基础的感情和怕死心态。这段视频真实记录下令人窒息而且充满绝望的一幕。来自2个阵营的普通士兵，因为战争以命相搏，不死不休，最终以最原始而又残忍的方式结束。事件发生去年秋季，地点是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处村庄，俄乌双方在这里展开争夺战。一名乌军在 FPV 自杀式无人机的掩护下，攻击一处房屋内的俄军士兵。由于运动相机是固定在乌军头盔上的，因此整个短兵相接的过程全被记录下来。当时乌军手持 M4 突击步枪，淡定作战，刚开始还很谨慎，退出很远，然后呼叫无人机撞击房屋，随后向房间内开火扫射。不过没打到人，俄军反击却很有效，打伤乌军。受伤后，乌军丢掉步枪，拿出手雷，通过窗口扔进房间，试图炸死俄军。可能战场经验比较丰富，俄军感到死亡威胁后，立刻冲出房间，刚好和投弹后的乌军撞了个满怀。作为战场老兵，双方意识到不妙，立刻扭打在一起。乌军表现比较生猛，将对手的 AK 步枪给甩到一边，同时抽出匕首刺向俄军。突然遭到攻击，俄军士兵肩膀和头盔被刺中，脖子立刻被喷出血花，但鲜血和随时可能死亡的风险让他振作起来，肾上腺素飙升，进入狂暴模式。俄军顺手抓起砖头砸向乌军，并成功夺走乌军匕首，对准乌军身体要害，连捅数刀，同时张嘴对准乌军士兵手指疯狂撕咬，满嘴都是血，跟野人一样，几乎陷入癫狂状态。这么不要命的打法把乌军吓傻了，基于弱者本能，直接哀求对方不要再打了，其实也是力气耗尽，无力还击。或许这是士兵之间最质朴的共识，
两人并不相识，却要以命相搏，这么近距离能直观感受对方的真实情感。从视频中可见双方最后的对话内容：乌军士兵，就这样吧，妈妈，再见，让我安详地死去吧，你打开了我的心扉，让我呼吸一下，这很疼，别碰我，让我安静地走吧。俄军士兵，你打得很棒。乌军士兵，谢谢你，你是世界上最棒的战士，比我强。随后俄军士兵起身离开画面，不久后一声枪响，乌克兰士兵死亡，鲜血顺着头发向下流淌。整个过程不过几分钟，一条鲜活的生命就此终结。两人互不相识，但由于战争在战场相遇，军人职责所在，必须以命相搏，在最后生死关头像野兽般战斗，极决高下，也分生死，只能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根据俄罗斯媒体介绍，这名最后时刻实现反杀的俄军士兵是来自远东萨哈共和国雅库特人，并没有想象中高大威猛，更像一名经过风雨洗礼的疲惫士兵。他的一只耳朵应该是在搏斗中被咬掉，从照片可见，死里逃生后，他在第一时间和家人报平安。雅库特人从小练习摔跤和搏击，战斗力在俄军中也算非常牛，曾经有雅库特士兵在2天内击毙27名乌军的报道。结语：1月11日，一名男子讲述2022年在乌克兰的撤侨经历。男子称，俄乌战争开始后，中国组织过3次撤侨，撤侨的目的地在匈牙利，但需要提前自费买好回国的国航机票，否则不能上撤侨的大巴。男子还称，还有2名中国留学生被安置在德国的难民营里，后来2名学生选择回国，他们向中国大使馆咨询能否承担机票以及疫情期间的隔离费用，被告知无法解决。最后是德国政府承担了他们回国的机票以及隔离费用。说好的为中国人撑腰呢？结合最近被大量曝光的缅甸妙瓦底电诈集团专门绑票中共国人，人民币没成硬通货，中国猪仔们反倒成了硬通货。就算不会普通话，不会打字，至少还有2副腰子，还有心肝脾肺，再不济还有一对眼角膜。我们是否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最看不起中国人的是中共，古今中外都没有这样不要脸的政府，中共才是中国人的痛苦之源。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